公共卫生系统。3、新冠病毒事件中的台湾防疫系统。2、大数据与科技。台湾政府结合国家健康保险管理局和移民局的数据来确定患者的14天旅行记录。此外，利用公民的户籍系统和外国人的入境卡中的数据，高危人群被识别、自我隔离，并通过手机监控。低感染风险者可以在出发或到达之前扫描二维码，以填写健康申报表，以加快出入境检查的速度。至关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忘记得到阴性测试的人们，它会重新测试他们，以跟踪新病例。公共和私人建筑物筛选进入者是否有发烧的迹象，其中许多是用热成像仪。公寓楼将洗手液放在电梯内或电梯外。为遏制危机，政府要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每小时播报有关冠状病毒的公共服务广播，包括其传播方式以及人们应如何预防感染。他们鼓吹人们戴口罩。他们教人们如何洗手。台湾最年轻的数位政务委员，跨性别的 IT 天才唐凤用人工智慧来利用数据，并创建了实时数字更新，以提醒危险地区的居民避免躲避，并提供了当地口罩供应的实时地图。他还设计了透过全国药局提供的口罩供应系统，并不断改善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的订购以及便利店的提货。他们还使用了新技术，包括 QR 码扫描以及旅游史和健康情况的连线报告，以根据过去14天的航班始发和旅行历史对旅行者的传染风险进行分类。政策规定，台湾政府没有强迫普通百姓戴口罩、待在家里和加入人群。所有规章制度都是基于人民的卫生知识和意愿的民主原则。人们过着正常的生活，交通比以前更加繁忙。学校正常运作。政府发布了预防流行的指南和大型公共聚会的指南与准则，包括风险评估和预防措施。筛检政策。在4月之前，台湾仅对最近到过冠状病毒爆发国家或与冠状病毒患者接触过而有呼吸道症状和发烧的人进行 COVID-19 测试。4月1日 ，CECC 将 COVID-19 冠状病毒筛查的范围扩大至疑似肺炎患者以及失去嗅觉或味觉的患者，立即生效。台湾人民可以免费获得筛检，如果被迫隔离14天，政府支付食物、住宿和医疗费用，所以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用而避免去看医生。但是台湾从未尝试进行全面的筛选，这是因为 COVID-19 病毒有时是隐藏式的，
在筛检中会得到阴性结果。开始时，筛检必须得到3次阴性，患者才可以被解除隔离。